这个就是我们很不愿意碰到的蓟马导致的。好久没有上我们的房顶了啊，因为太忙了。然后上我们的房顶，今天干嘛呢？看看我们惨不忍睹的这些盆栽草莓。我们从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，这些草莓磕磕绊绊的度过了夏，也是多次的忘记了浇水，也是多次的没有时间打理，但是它们大多数依然活下来了。它算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跟我们下面的草莓算是有分化的，所以它有一个大爆发。咱们看看什么大爆发，而且是最近段时间很多的种草莓的朋友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们看看这些草莓啊，每一盆都有不同程度这种情况。什么情况？看到了这个叶子，咱们摘下来一片，叶柄发黑发灰，叶片从叶脉向周围呈灰黑色。这个就是我们很不愿意碰到的蓟马导致的。蓟马是一种非常小的虫子啊，它的个头大概在1-2毫米。蓟马呢是非常不容易发现的，因为它们经常会藏在土壤的缝隙里面，或者是在叶心部位和叶的背面。因为个头比较小，另外一个它是昼伏夜出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基本上就能断定是蓟马所害，不一定我们肉眼可见看到蓟马了才能断定它是蓟马。那么我们碰到了蓟马该怎么办呢？个人觉得啊，用非药之外的方法都很难防治。那蓟马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多发的季节啊，一般是在3到5月份和9到11月份这样一个温度。我们发现了蓟马之后呢，我建议的是直接打药，大多数杀虫的药一般都可以。大家一般用的多的是一种叫艾律氏的乙基多杀菌灵，但是其他的吡虫林啊、定虫蜜啊这些也对蓟马有很大的作用。毕竟咱们不是卖农资的，所以只要能杀死蓟马的药都可以用。那打药你要注意的是，因为蓟马是昼伏夜出，还比较小，不容易看到，还有跑得比较快，那么我们打药要到晚上傍晚，大概在6点钟天黑以后，我们可以打这个药。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叶的正面、背面，包括土壤表面一定要喷湿喷透。什么叫喷湿喷透？就是把叶片、叶背喷的滴水滴到盆土里为止。另外一点还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你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比例来稍微再浓一点，因为我们想尽量的，既然打药一定要把它给打死，不能打得半死不活，然后它又产生了抗药性，以后这个蓟马你就不好治了。打药的间隔我建议的是打2次以上，第一次打药之后再间隔1天再打1次药。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第1次和第2次可以用不同的药，这样会给它造成双重的伤害。好，大家今天忽视我这样上面的这些草莓啊，这是已经有将近2个月时间没有管理过的雪兔。雪兔真的是特别的耐的一款草莓，它不光是高抗性，还有顽强的生命力。看这些走茎都被蓟马给吃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我在下面的草莓整理好了之后，再来上面管理这些被我遗弃在房顶上的雪兔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蓟马病虫害的识别和治疗的方法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你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